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据央视新闻报道，近日正在东南沿海驻训的第73集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，组织两栖重型合成装甲部队展开了越海夺岛体系联合登陆演练。官兵们站高温、斗酷暑，快速夺占演练目标119高地，圆满完成了任务，有效检验了两栖合成部队渡海登陆作战的能力。公开的画面显示，演习中解放军使用了上百架多旋翼无人机。那么在夺岛演习中，一次出动上百架多旋翼无人机蜂群组成空中编队。那么他们在未来的作战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？我们知道现在的多旋翼无人机种类繁多，既有军用的，也有民用的，成本呢相对也比较低。它们的最大优势是能够垂直起降，放飞非常简单，而且呢，不同的多旋翼无人机还可以挂载不同的任务载荷，从而呢执行多样化的任务。蜂群飞行相对来讲比较复杂，它不是操控1架、2架或者是3、5架无人机，而是上百架共同飞赴一个战区，来分别担负不同的军事使命任务。这里面呢，它的操控就相对比较复杂。那么当然和固定翼的无人蜂群相比，它的操控还是相对要简单一点的。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无人机，只要数量多了，对它们的控制以及信息的分发都会面临比较复杂的局面。那么通过这次演习可以看出来，中美解放军在无人机蜂群技术这个领域呢，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，很多技术呢已经获得了突破。那么上百架无人机飞到战场上空，他们到底都会执行些什么样的任务？大体上讲呢，可能有这么几类。那么100多架无人机里面，可能有几架是专门用于侦察的。那么侦察也分不同类型，有光学侦察，也有电子侦察。那么一般来讲，多旋翼无人机它的个头比较小，配装电子侦察设备呢不一定能够带得动，因此采用光学侦察设备的平台可能要多一点。那么还有一些多旋翼的无人机呢，能够携带其他的载荷，比如说电子对抗装置、中继通信装置以及自杀式的一些武器系统。我们知道多旋翼无人机啊，它的优点比较突出，能够垂直起降，能够在空中悬停，对某一个目标进行定点的监视。但是它的缺点呢也比较明显，留空时间短，声线的有限，飞得也不够远。那么怎么充分发挥它们的优点，克服它们的缺点，这是在军事使用上必须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。那么在100多架无人机可能会连续飞到某个战场上空，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，比如说侦察、战场毁伤评估，或者呢是进行自杀式攻击，以及呢中继通讯。那么中继通讯对一些远射程的武器系统，比如说导弹，或者是射程较远的具备制导能力的火箭弹，他们可以通过中距制导的方式，让他们能够攻击视距外的远程目标，从而达到精确打击毁伤敌方重点目标的作用。那么打击完敌方目标，还需要有一些无人机飞到敌方阵地上空，对敌方目标的损伤情况做出评估。那么一旦某些目标没有被完全摧毁，那么我军呢还会根据侦察到的情况信息呢进行2次打击。那么还有一些无人机，它可以为我们军的远射程火炮进行校射，在侦察的过程中指挥相应的炮兵，包括这个岸炮、舰炮以及坦克炮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动炮兵，对这些目标呢进行连续的高强度的打击和摧毁。当然还有一些无人机可以作为地面、海面通讯联络的中继站，以保证呢我们在战场上能够互通互联，或者呢他们向各种不同的平台分发我们收集到的情报信息。那么有一些大型的多旋翼的无人机，它可以挂载电子干扰设备。当然这些电子干扰设备可能发射功率不够大，但没关系，它可以直接飞到敌方的雷达通讯系统的附近进行近距离的干扰，
这样的话呢，它的发射功率就能够有所保证了。当然，还有一些无人机上面是可以挂载炸弹，那么一旦发现敌方目标，就可以对他们实施精确的打击，和这些目标呢同归于尽。可以这么讲吧，在未来战场上，蜂群无人机它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，它既能够辅助我军作战，也能够根据相应的指令，自主对敌方的目标发动软硬杀伤。随着技术的进步，未来战场上出现大规模的无人机蜂群，这样的场景会越来越多。而在该领域，目前世界上领先的国家只有2个，中国和美国。而某些方面呢，我们现在已经居于比较先进的水平。随着我们中国航空技术、电子技术以及其他技术的发展和进步，未来的战场上，我们将会投入更多的空中机器人、水面机器人和水下机器人参与军事行动，为保卫国家的安全、维护世界的和平做出这些中国机器人的贡献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